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定义了中美之间什么才是政治不正确，刚柔相济，平时外交，这些话又是说给谁听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在西方老讲政治正确，结果政治正确这几个字儿，在中国社会上已经成了中国网友调侃的笑话了。典型的这种笑话包括什么呢？好莱坞电影嘛，好莱坞影片里边各种政治正确就特别多，到处可见。你比如说，甭管什么时代，甭管什么背景，影片中各类人群、各类种族、各种社会观念都必须给凑齐了包括你看这个欧洲时代，欧洲王室演个什么女王，演个贵族，你没几个黑人在里边，恐怕在美国黑人团体就会不干；没几个同性恋团体也会跟你着急。反正你在好莱坞拍个电影，什么人都得顾及，什么人都得照顾到，跟历史到底是不是相关，那就不管了。所以这种政治正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会把各种团体捧得太高，然后各种社会团体、社会观念、社会意识就会把自个儿当成一个绝对的真理标准，然后结果是什么？社会必然走向分裂，而社会分裂之后，国家的行政效率肯定也是低下的。美国人现在就得吃这个苦头，欧洲也一样。另外呢，在国家治理上如此，国际关系上玩这个政治正确一样也是要命的。比如说某些国家，什么欧洲国家、美国，他们出现的情况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，为了表现敌对而表现敌对，特别是在对待中国、对待俄罗斯，常常有这种现象。前一段时间，就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那个弟弟尼尔布什都在骂，他说在美国搞政治正确搞得太过分了，任何一个政客如果不站出来骂中国，不诋毁中国，在整个政治圈你都混不下去，这成了时尚，成了潮流了，好像你不这么讲几句话，你就是另类了。这也是美国的一种政治正确，而这种政治正确目标是什么了？是为了拉选票。我要是不这么说话，不这么表现，我的选票哪儿找去？我就要团结，我就要拉拢多数意见。而这种拉拢意见、拉选票的这种做法，最后是给自个儿的国家不必要的树敌。而美国也好，欧洲也好，他们的这种政治正确，结果往往也是恶性循环，用非理性的思维去培养了非理性的群众，而这种非理性群众的选择，就会导致政客进一步去弘扬一些非理性思维，最后是循环往复，永无休止。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正反馈。最后谁占便宜呢？除了善于煽动、善于说话那批人赚了一笔之外，全国上下都是输家。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最近关于中美关系之间什么叫政治正确，什么叫政治不正确，也发表了观点。这个观点呢，不仅仅是针对中美关系，其实呢，在中国的其他外交领域也同样有很好的价值。他说，中美关系之间什么叫做政治不正确？把中美关系搞糟了、搞砸了，才是最大的不正确。我们要注意乐部长以前的一贯发言，我们看一看就不能看出他的态度从来不是低调的，他是强硬的，他是硬气的。而这个时候重新定义说中美之间的关系要搞好，搞砸了是政治不正确，绝对不是向美国示好，不是向美国示弱，这可不是跪着起不来了。这是有两个含义，一方面它是含蓄地表示了中国并不希望中美关系进入冷战状态，我们并不是想把美国灭掉，我们是为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，我们要的是互利共赢。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是你们美国的这种言行，是你们美国内部的一些声音表达出了一种强烈的反华情绪，是在挑动中美关系向冲突方向发展，这才是真正的不正确。这种不正确的责任在于美方，而不在中方。所以呢，乐玉成乐部长的话，一方面是为了缓解中美关系给了一个台阶，另一方面也是绵里藏针的。美国最近在考虑中美领导人有可能在峰会上进行会晤嘛，所以多少也营造了一点配合的气氛，比如说宣布不支持台独等等。所以呢，中国外交部这种表态呢，也算是见招拆招。你给我一个冷脸，我给你一个黑脸；你给我一点笑脸，我给你点好颜色。老牌政治家一看这种文章就明白这一段话里边藏了几个意思。当然了，这些话不仅仅是对外说的，对内也有深刻含义。这也是提醒国内的某些媒体舆论，不要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呢，去把某些问题过于的强调放大，比如制造一些阴谋论等等等等。对抗美国的某些行为是必要的，但是这些行为不是目的，是措施和手段。维护国家利益才是我们的目标。如果说
某些媒体、有些个人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，而是为了炒作自己，故意释放一些阴谋论，去人为的帮助美国的某些势力把中美关系继续搞砸。那么实际上他们站在的是美国一边，而不是中国这一面。舆论斗争中特别要注意，目标和手段必须一致，千万别把两者的关系搞反。如果像某些媒体一样，我们在中美关系之间也学的是为了黑而黑，为了骂而骂，为了谣言而谣言，那么我们实际上学的就是美国那套政治正确。好，关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对于什么叫政治正确的解释，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